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全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北约8国回应川普征税，格陵兰危机恐升级；葡萄牙大选右翼政党够了备受关注；叙利亚宣布停火，美国特使赞扬关键转折点。内蒙包钢稀土钢板厂突发爆炸，2人死亡，78人送医。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周六宣布，因格陵兰岛的问题，对丹麦、芬兰、法国等8国征收关税。这8个北约国家周日发表联合声明予以回应。分析认为，格陵兰危机恐已演变成牵涉北约和欧盟的高层政治角力。I don't forese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Greenland.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 BBC 周日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不会对格陵兰岛进行军事干预，他认为外交才是解决之道，并强调了格陵兰岛的战略重要性。Because of its geography, its placement, but not just to the U.S., but to all freedom-loving people everywhere. We live in a dangerous time and a dangerous world, and the president's recognition of that is not something new. In fact, 美国总统川普周六发文表示，中共和俄罗斯想要格陵兰岛，丹麦对此却无能为力，只有美国才能保护得了北极地区。如今，因美国的坚强防御项目以及现代攻防武器系统的需要，拥有格陵兰就尤为重要。而日前，欧洲8国向格陵兰派遣军队参与博弈，升高了地缘政治安全的风险。川普决定自今年2月1号起，将对这8个北约国家征收10%的关税，从6月1号起，则将关税提高到25%，直到敲定对格陵兰岛的收购协议。Il fatto che la NATO abbia cominciato a lavorare su questo sia una buona iniziativa e a maggior ragione per questo, perché la NATO ha cominciato a fare questo lavoro, credo che sia un errore oggi imporre nuove sanzioni, credo che sia necessario invece riprendere su questo.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美国对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是合理且严肃的，加强格陵兰岛的安全应该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讨论。周日，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8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作为北约成员国将共同致力于加强北极安全，这是跨大西洋的共同利益，且表示与丹麦王国和格陵兰人民团结一致。声明还指出，关税威胁破坏了跨大西洋关系，并可能导致危险的恶性循环。This has really become high-level politics. This is not longer just a matter between Denmark,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as become a matter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as become a matter of the future of NATO, but also about the solidarity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is. 丹麦外长拉斯穆森周日在奥斯陆会见挪威外长后表示，将继续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以解决格陵兰危机。Og det var en konstruktiv samtale, hvor vi også aftalte, at det skal vi arbejde videre med og se, om vi kan finde en løsning, som får præsidenten til at opgive tanken om, at jeg er nødt til at eje Grønland, som sikrer Grønlands suverænitet og kongerigets territoriale integritet, men som samtidig imødekommer. 北约秘书长吕特同一天发帖表示，他已经和川普总统就格陵兰岛和北极的安全局势进行了沟通，双方将继续就此展开工作，并期待本周晚些时候在达沃斯会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周日，葡萄牙举行总统选举，多位候选人竞争激烈，预计首轮选举不会产生新总统。右翼政党够了成立不到7年，在去年的议会选举中成为葡萄牙第2大党，在这次大选中表现如何，备受媒体关注。葡萄牙大约1100万选民有资格参加此次选举。周日，全国各地的投票站于上午8点开放，晚上7点关闭，选举结果将于当晚出炉。
周日的总统选举有创纪录的11位候选人参选。按照法律规定，候选人必须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才能直接胜出。由于候选人众多，预计本周日不会产生新总统。Quer dizer que a população está de facto dividida, quer dizer que as pessoas de facto estão a querer mudanças e que e é bom, a democracia é assim, não é? Quer dizer que as pessoas também estão empenhadas em votar, embora pronto haja espectro que tem o voto muito disperso. 民调显示，有3位候选人势均力敌，很可能进入前2名决选，包括右翼政党够了的党领袖安德烈·文图拉。总统大选的最终获胜者将接替已完成2届5年任期的现任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周五公布的最后一次选前民调显示，社会党候选人塞古罗的支持率为25.1%，其次是右翼政党够了的领导人文图拉，支持率为23%。来自右翼的自由倡议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德费格雷多的支持率为22.3%。Acabei de votar agora. Hoje é dia muito específico de eleição. É dia importante. É dia em que a escolha está nas nossas mãos. 文图拉将遏制过度移民问题作为竞选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劳工在葡萄牙工作。在葡萄牙，总统主要是一个象征性、礼仪性的职位，但有权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此次大选预计将是葡萄牙40年来首次没有候选人在首轮选举中直接胜出。得票率最高的2名候选人将进入2月8号举行的决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周六表示，伊朗如果胆敢对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将面临猛烈的军事回应。国务院再次警告伊朗政权不要和川普总统玩把戏。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 X 的波斯语账号发帖说，已获悉伊朗政权正在准备袭击美国基地的方案，并援引美国总统川普以往的警告说，所有选项仍在台面上。若伊朗政权采取行动攻击美国资产，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不要跟川普总统玩把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则否认攻击美国基地的计划。此前，美国政府已多次发出安全警告，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也提醒当地美国公民重新检视旅行计划，避免前往军事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雷萨伊也曾扬言，若伊朗遭到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将不再安全，甚至说要砍掉川普的手和手指。伊朗当局对抗议民众的血腥杀戮引发全球谴责。周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电视演说，首次承认有数千人被杀，但反将矛头指向美国，宣称川普总统应对这些死亡负责，挑衅言论加剧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张瑞琪综合报道。中共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多次遭拒，英国政府预计下周2做出最终决定。周六，数千人在前王家铸币厂外集会抗议，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发言，要求斯塔默政府否决这项计划。It will be a blister on the face of freedom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ll that we stand for. America is against this embassy. All of the Five Eyes countries are against this embassy, and many in Europe are also against this embassy. Why doesn't the government listen and do the right thing? 这座规划中的超级使馆紧邻大伦敦地区关键地下电缆和电信设施，引发国家安全疑虑。另外，英国媒体披露，使馆内部设计极其诡异，包括多达208间秘密地下房间。批评者担心，这些设施可能被用来非法关押和审讯流亡英国的异议人士，成为中共跨国镇压的据点。Those who have lived under communism know what that suffering is like, and we do not want to see that here. And I am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stop this decision. It is a test of the government's resolve in standing up to China. It is a test of the government's willingness to defend Hong Kongers and other persecuted communities in this country. It is a test of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willing to trade away national security in a desperate bid for growth. We oppose this embassy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believe in freedom. They will spy on Britain from this embassy, just as they are spying on all of you who are here today. 集会中有示威者被跟踪拍摄，中共派出了特务混在人群中搞事，英国警察已介入处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一龙采访报道。瑞士达沃斯周日加强安全戒备，为世界经济论坛做准备。俄乌战争和加沙冲突将会成为焦点话题。总统川普将率领史上最大规模美国代表团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表示，今年将有1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64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领袖。美国方面则由川普总统亲自率团，随行成员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与能源代表，被视为历来规模最大的美国阵容。这也是川普睽违6年后重返达沃斯论坛。他的演说预料将聚焦于美国民众的民生需求。本届论坛议题广泛，从如何面对川普版门罗主义在西半球的影响，到人工智慧如何重塑全球秩序，都将成为各国领袖讨论的重点。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池晓综合报道。下面请看今天的国际聚焦。叙利亚政府周日宣布与叙利亚民主力量停火，并解散了控制东北部多年的库德人武装。此前，叙利亚政府军与叙利亚民主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本月初急剧升级，最终导致政府军向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تدريجيا حتى نصل إلى يعني الهدوء التام في سوريا. المؤسسات السورية ستدخل إلى كل. 叙利亚国防部表示，协议宣布后已下令前线停止战斗。叙利亚民主力量尚未回应。当天，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则对这份协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叙利亚走向团结的关键点。南美洲国家智利近日遭遇严重森林大火，火势在中南部地区迅速蔓延。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火灾集中在距首都圣地亚哥约500公里的比奥与纽布勒地区，数千栋房屋被焚毁。爆发火灾时，当地正遭遇热浪，气温一度飙升至38摄氏度。智利总理博里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并调动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此前，智利内政部报告表示，正在扑灭24处火灾，已有5万人被迫撤离。周末，数千人涌入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享受免费采摘郁金香的喜悦。荷兰郁金香种植者赠送了200万朵郁金香，以庆祝郁金香销售季的开始。每位游客可免费采摘10朵。We compare the flowers; they are in a very excellent condition this year. Also, a little bit more better than last year. They're flowering well. The sun on the head of the flowers. It's amazing. 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生产国之一，2025年产量高达200万只。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内蒙包钢稀土钢板厂突发爆炸，2人死亡，78人送医。媒体披露，欧盟将提案逐步去除关键基础设施中的中国制造的设备，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参与欧盟的电讯网络等关键领域。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欧盟将于下周2提出一项网络安全提议，将把限制或排除高风险供应商参与网络建设由自愿改为强制执行，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企。将被排除在电信网络、太阳能系统以及安检扫描仪器等领域之外。欧盟目前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超过90%产自中国。官员表示，具体的淘汰时间将取决于供应商对风险的评估。对此，欧盟委员会拒绝置评，华为也未回复置评请求。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禁止华为参与美国的电讯网络建设，欧盟近几年也加大了打击中企参与欧洲关键行业的力度。欧盟官员担心中企被用于收集敏感数据。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峰、张小雨综合报道。接下来，请看今天的两岸扫描。周日下午3点多，在内蒙古包头市包钢集团的稀土钢材板厂发生剧烈爆炸，伴随巨响，周边地区出现明显震感。爆炸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失踪，78人送医。爆炸了！现场升起蘑菇云，剧烈冲击波把周边民宅的玻璃窗震碎，碎片散落在地上。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据瑞士空气品质技术公司 IQAir 对全球125座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周六下午6点，中国6座大城市重庆、武汉、成都、杭州、上海和广州全部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的前15名，空气品质指标介于150至200之间，为不健康状态。悬浮颗粒的浓度是世卫组织年平均参考标准的10倍以上。成都更连续10天被雾霾笼罩，空气品质指标超过200。多次成为 IQAir 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引发民怨。然而，中共在近日召开的生态环境会议上竟声称，中国去年空气品质持续向好，蓝天白云成为常态，引发嘲讽。深圳一家银楼日前爆雷，收款后没有发货，也没有向投资者退款。目前已知涉及超过350人，银楼老板疑似卷款跑路。据路媒报道，一位重庆的珠宝商透露，从1月10号开始，深圳一家名为合成行的银楼出现交货延误，他因此已损失超过30万元人民币。随后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这家银楼爆雷，一些下游商户在门店排队登记。视频中，该银楼处于关闭状态，目前部分投资人已经报警。据新闻周刊报道，根据最新卫星图像，去年10月起，中共在具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羚羊礁启动大规模填海造陆，将该岛礁军事化。此举恐将进一步激化南海紧张局势。羚羊礁周边资产丰富，目前由中共实质占领，但台湾和越南都表示对该岛礁拥有主权。军事分析家指出，在该岛礁的建设具有高度战略意图，代表中共正在为重型设备、车辆及机械的运输与登陆做准备。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神韵台湾彰化演出，观众感动于正能量美学。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台湾彰化园林演艺厅连续3场爆满。来自日本的科技大学副国际长赞扬神韵美学赋予观众正能量。完全是用他的身体的 body language 去展现他每一个精神。那我当然，这个精神我除了感动之外，我自己也充满了正能量。来自日本科技大学副国际长长谷川浩在台湾首次观赏神韵演出，感佩神韵美学带来正能量，感受到5000年文化精髓。里面有很多每个时代，然后他用很短的时间把这个精髓、把这个能量传递给观众的每一位。看到后面他的服装还有他的发饰，我们有看到包括他的鞋子都穿了一个类似于中间高的这个鞋子，踩高跷的那个鞋子。它其实是每一个细节在这个传统舞蹈是非常讲究的，可以排列出这么顺畅的结构。还有我发现它跟后面这个多媒体的配合呢，每一个点位呢，他们都抓得非常的严谨。往返台日两地，公司社长吴慧玲也是首次观看神韵。过去错过多次神韵演出，在大幕拉开之际，他感受到生命的苏醒。荧幕一开始启动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仙佛从上面而来，然后我就隐隐约看到自己也在里面，然后我竟然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都有使命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使命来的，但是因为呢，我们有了这些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哈？就是这些五官，然后就是让我们有点迷失了方向。然后我觉得忽然醒过来，然后就点亮了我的星光。吴慧玲感佩神韵8大团在世界带来美善力量，为观众点亮星光。
点亮了我的星光。那从头到尾看到最后，我的心就被打亮了，就整个一直发光，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让我很感动。神韵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也希望传给每一个下一次来看神韵的每一个人。神韵艺术团在彰化一连演出4场，下一站神韵将前往嘉义。新唐人亚太电视张佑明、林佩云、李卷荣，台湾彰化报道。下面来看本期的财经100秒。美国总统川普16日在一公开活动中称赞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很优秀，并进一步表示，若将哈塞特调往联准会，可能会让白宫失去一名重要的经济政策传达者。哈塞特一直被视为接掌联准会的优先人选，与前联储局理事华许竞争激烈。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16日宣布，未来几周将在 ChatGPT 上测试广告，显示 OpenAI 正寻求增加收入，以弥补急剧增加的高额成本。欧盟执委会16日宣布，将就中国进口的熔融氧化铝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介于 88.7% 至 110.6%， 为期5年，以提升欧盟的产业自主性。熔融氧化铝是炼钢、制造玻璃或陶瓷必需的原料，并且在国防相关领域中广泛应用。台媒自由时报报道，供应链传出，台积电今年将在南科、嘉义再投资建4座先进封装厂。对此，台积电17日回应，建厂资讯以公开资讯为主。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轻松一刻，迷你鹿挑战撞犀牛，大块头怕小机灵。节目的最后，来看本期的轻松一刻。波兰弗罗瓦茨夫动物园中，一只小巧玲珑的山羌跑到犀牛园宣示主权，看到体重比自己轻70多倍的小鬼来挑衅，大犀牛摇头摆尾，觉得好笑，开始饶有兴致地陪这只不速之客玩耍。没想到小机灵完全不怕这个一脚能把它踩扁的庞然大物，不断发起攻击。几个回合过后，温柔的犀牛决定结束这场闹剧。山羌以为犀牛逃跑了，心情愉快地返回了鹿苑。夜深人静的动物收容站，工作人员都下班了。狗狗道森打开了犬舍的小门，溜了出来。他一路跑到前门，发现大门紧锁，不过一道门锁可难不住这只聪明的汪汪。他很快弄清楚了门锁的设计，用牙咬开锁栓，轻松离开。不过这只毛茸茸的越狱犯没几天就被抓到，送回了收容站。而收容站凭借道森的越狱影片，收到了超过15000美元的捐款。南半球正值夏天，澳洲墨尔本最近酷暑难耐，一只袋鼠宝宝趁人不备跳进主题乐园尚未开放的游泳池解暑。小家伙很快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不过它一点也不惊慌，而是慢条斯理地摇着尾巴游泳，动作优雅好看，透露出它愉悦的心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